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190刘宇宁187林一186陈星旭189邓凯，辽宁四大长腿综艺同框活人感炸裂。四个辽宁人聚在一起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？看完路透之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内地娱乐圈这次算是完全焊接上了东北版图。刘宇宁身高为190厘米，林一身高是187厘米，陈星旭身高为186厘米，邓凯身高为189厘米。把这样的数据摆出来，别说内地娱乐圈了，在全世界的综艺节目界都属于降维打击。减号。更狠的是什么？这四个人都是来自辽宁的，沈阳、丹东、大连。大棒碴子、海蛎子一起出现。网友辣评：三个个子最高的是来自辽宁的帅小伙。拜托了，那应该就是四好了吧？有人说，个子高的有什么稀奇呢？内娱180加的一抓一大把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四个故事比他们那条腿还要长。你可以先看刘宇宁，1990年出生于丹东市，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。丹东烹饪2技校毕业，做过厨师，当过服务员，卖过烤苞米等等。月收入200元，拿出180元买了一把吉他的故事。在酒吧、火锅店等地方驻唱，嗓子都唱哑了，也没有人愿意去听。2018年直播翻唱《讲真的》一夜爆红。没有看错吧？一个技校毕业的东北汉子，用一部手机、一把吉他的方式，在丹东老街上杀到巴黎卢浮宫。今年地球超新鲜2法国站路透，他身穿浅灰色长款风衣，在卢浮宫穹顶之下站立着。宋茜在走秀的时候直接点名，硬件条件可以打。你说这是爽文吗？但是如果你认为刘宇宁只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的话，那么你就低估了东北人抽象的基因了。这个人的直播就像是在看脱口秀一样，在节目中他被称为首席气氛官，随时可以提供幽默感。郭京飞被他逗得见牙不见眼，在泥潭中都可以为你跳一段舞。东北人都能说很多东西，但是绝对不会把话说在地上。再说林一，1999年沈阳人，16岁的辽宁舞蹈专业的考生，在全省统一考试中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，并被北京大学体育学部录取为国标舞的学生。大一开始就被唐人影视签约了。长得漂亮当然可以，但是最重要的，这个孩子的大脑回路就是错乱的。在参加综艺节目之前，人们都说是来辟谣退烧的，结果呢，在抽象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。身高1.8左右的大帅哥，一开口就是电音米奇。别人在拍偶像剧的时候，他就去泡温泉吃玉米了。最新的那一声呆已经很抽象了。网友评论道，表面上是辟谣，实际上却是确诊。林一做的是抽象输出的工作，而刘宇宁则要被迫营业了。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话，综艺节目效果直接拉满。你认为这就到头了吗？陈星旭才是真正的反差之王。1996年出生在沈阳市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童星出道，3岁时就去拍戏了。东宫中的腹黑李成隐，你也有今天中霸道总裁钱恒。按照常理来说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应该就是综艺节目里的老油条了吧？第1季上了地球超新鲜之后，就被孙红雷、陈赫这些老宗咖给整成了社恐实录。见到李乃文就说一声叔叔好，顿时让李乃文当场破防，被指挥要求做俯卧撑。整个过程都是社交恐惧症患者所经历的温度。被孙红雷贴脸唱，耳朵都红了。网友说得好，人就是一人玩具。但是到了第2季的时候就熟了，开始放飞自我了。叫林一跪下，一句话就让林一看懵了。
在旁边看着的刘宇宁都笑得不行了，疯狂地吃生蚝堆成小山一样。王玉文一脸惊诧，网友们给他的网名是七情六欲之盛夏时玉。在192米高的地方做一次蹦极，穿黑色西服就可以下楼了，这哪是霸总，这就是一只失去了皮毛的大东北狗。最后说说邓凯，这个家伙应该是在4人中最为凶悍的一个人。1995年生人，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，视觉传达专业的简称是。听一听吧，学美术的突然走上了模特的道路，之后又接触到了演艺行业。31岁的年纪跑起了8年的龙套，8年减号。到今年播出的《逐狱》中，齐民出现了，病娇腹黑，偏执破碎，观众称其为邪恶银渐层，喉结滚动，眼眶泛红，克制落泪一个反派，让人恨不起来。你知道这8年里他都经历了些什么吗？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行李打包好了，要离开北京了。因此《逐狱》播出之后，在1个星期之内就增加了超过100万的新粉丝。火了之后呢，网友们也开始去挖掘他之前的一些直播内容了。抽象东北大男孩，东北老话说的很多，很有人情味，好像互联网上没有他关心的人了。其实他并没有在意过，因为在以前也没有人关心过他。现在呢，地球超新鲜2马赛站路透，发带造型，好帅好男大。与前辈交谈时，拘谨而谦虚。出道8年的他还是综艺小白，但是这次镜头终于聚焦到了他身上，所以这4个辽宁人就是可怕的4个人。刘宇宁是技校毕业卖烤苞米的，通过直播来到卢浮宫。林一从舞蹈生到演员，依靠的是抽象，从而脱颖而出。陈星旭童星出道的老戏骨，社恐的他却能圈粉无数。邓凯毕业于鲁美，已经跑龙套8年了，靠着一个反派一夜之间就火遍全国。4个来自辽宁的人走上了4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是殊途同归，都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才走到今天的。有人认为把这4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了低山臭水遇知音，我认为是辽宁4虎各展其能。游戏部分中，刘宇宁、邓凯2人在泳池边上一起起舞，一心想要把对方踩死。网友说得好，搞笑有梗又抽象的东北人凑在一起了，能不好看？内娱目前的综艺节目缺少的是真人，而不仅仅是大牌明星。这4个人中，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活着，比上一次更加真实。刘宇宁成为了大明星，并且每天都在直播和粉丝聊天。林一在节目中把抽象到了没有边际的地步。陈星旭由社恐一路走到今天，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。邓凯火起来之后，被考古出来满屏的笑点。什么是活人感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不会装模作样，不怕别人看到自己的土、自己的抽象、自己的社恐、自己的曾经没人要。由于这些东西已经被他们踩在脚下很久了，因此在下一期的地球超新鲜中，4位来自辽宁的长腿搞笑帅哥将会一起出现。你告诉我，你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吗？反正我已经把小板凳搬好了，想看的就是大棒碴子和海蛎子，哪一种能把哪一种笑死了。